来，今天给大家开个会啊！今天我说3点啊，然后咱们就散会啊。好嘞，没问题。Ave Maria,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。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麋鹿假期》，我是小鹿，我是资深导游小米。第2次做攻略就资深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强的可怕，我跟你说。大家记得上一期的时候，米老师哭着说了，有那种贵的地方不要再让我做攻略了。贵的地方不要交给我了。所以我们这期挑了这个更贵的地方。这期我们的目的地是号称全球金融中心、世界银行之都、消费是全球数1数2的瑞士。那攻略呢，还是交给米老师来做。那至于他会不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节目效果呢？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瑞士篇。然后硬币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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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瑞士是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国家，被评为啊，它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2，仅次于日本。但日本的人均，我真的是，这车呀，一个个的。我为什么不减速啊？我靠！大家看到对面都什么速度冲我们过来了吗？瑞士人开车真的是很疯批，路特别窄，他们山路 S 弯限速80，会车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减速。靠！你下次再租车，我这儿一定要有一个把手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抠这个门。我太害怕了，瑞士人民啊，你们别这样。我就减速慢慢开，后面的车就开始狂按喇叭，哔哔哔哔哔。你看后面车离我多近吧，我后视镜我都害怕，一到直行线立马超啊，弗兰德里一点，好不好啊？太吓人了，这里这么寿命长吗？我不信。这么开车，这怎么长得了？怎么长寿啊？我妈呀！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芝士火锅？人家店员在，你给人家留点面子，让人走了再带。我觉得大家来一定要尝试，超级好吃，绝不能错过。它是臭的，它是酸臭的。豆汁儿跟芝士火锅，你觉得哪个更难吃？哇塞，死亡提问，都好不到哪儿去。我宁愿每天喝豆汁儿，也不愿吃一口那个东西。多少钱这顿苍蝇餐500块吧。我们就这儿录着呢，他还就你说这苍蝇它就过来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那边生态太好了，有很多牛羊，有很多粪便，太多草地了。这苍蝇，哎呀！我们去4家餐厅，得有3家里边都是苍蝇。看全是，哎呦服了！你看全是，越吃越动。哇，那苍蝇它站在了我的酱上面，还想飞我身上，疯了吧它？那种吃它好累啊。反正餐厅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所以其实那几天我们基本上都是每天靠超市过活，搭配就是鸡腿加辛拉面嘛。因为他们真的是性价比最高，然后又好吃的，一餐大概是100以内应该可以搞定。你幻灭了吗？对瑞士，很难评，不至于幻灭吧，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。而且它又是物价最高的地方，你总觉得钱花的得有所值吧。我们经历了挪威的价格震撼以后，其实到这边对价格已经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了，还是忍不住会换算啊。牛肉35，牛里脊38多少？200多。我没看错吧？花椰生菜8块钱，864，我不吃了。我们吃汉堡去吧。6848一个。明信片5840一张。这个大8816，来这儿什么都不买，光有一个袋子就16个。哇，2个人264的缆车，一个人1000多，买单吧，老板。算你的。那无价这样看起来确实不便宜，当然这一次我们整个欧洲的行程花费比挪威的那一次省了不少钱。那吃的我们刚刚提到，基本上都是靠超市解决了，而在租车和民宿2个大头，你知道这次的攻略表现得异常优异。我吸取了上次挪威租车亏钱的经验，这次我很早就预定了车，在如此热门的欧洲杯的前提之下，只花了7天才2000吧。
可以。而且是全险哦。你这次瑞士7天租车的钱，真的是在挪威1天租车的钱，真的很便宜。但是下雨都不是重点，同志们，我们习惯了，绝对音感，什么音？搜，拉。因为他们不自驾的话，一定会住在交通很方便的地方。对的。然后我们这次因为是自驾嘛，然后住的就稍微的远一点，所以我们开过去的话，那边就是风景非常好。哇，我们现在就住在这个山脚下哎。左边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小房子，后边是雪山，太美了。我名字还有只小狗，我可以摸摸你吗12 yeah。它挺可爱的，一只爱狗，太好看了。这是我们睡的地方啊，我们睡的地方。 3个晚上4235，那比在挪威那个1晚上3000那小房间肯定是强很多。多少钱？就这。窗外超美的。民宿每个窗户外面都是很美的景色，都像一幅画。对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民宿，我觉得我还挺满意的。好，正好给大家这个欣赏一下这一次米老师的攻略啊。先给大家看我上一期的那个攻略，这一期3、2、1。首先，我们从手工业发展到了工业革命。我们先利用这种非常智能的电子设备，又来了吗？好，首先，刚刚那段卡掉。虽然我还是画了地图，但是，怎么样？大有来头，屌不屌？屌不屌？因为那2天我在工作，我就问你瑞士攻略做得怎么样了，你给我发了个表情。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还是挺崩溃的。但是他把它缩小了以后，我看到了这边，哇，竟然有你看27号在干嘛，28号在干嘛，在 P 人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进步。以前米老师的攻略你们爱搭不理，现在我的攻略你们想要要不起。那这一次我也是被全程安排，那个欧洲最美街道真的有点把我震惊了。你觉得这美吗？就这条道。这不大理吗？啊？这不大理吗？丽江。就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一条街道啊，它称是全欧洲最漂亮的街道。我就喜欢这帮老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我想知道你是看到哪个杂志评的吗？还是谁评的？你是在哪儿看的，宝宝？你看嘛，之一。之一就不一样了，宝宝。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。是不是就没那么真诚了？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去了梦幻山坡，米导游上线了，打卡点在哪儿？走，这不拍出去都一样吗？为什么要随着小姐姐们的点打卡呢？他们有的点有他们的道理。哦，人家都把饭做好了，摆你嘴边你不吃，你硬要说别的也能吃，这都挺好看的，这一眼望过去，那你就不用非得在那儿吧？我就要过去看一眼，来都来了。行，烦不烦人？我打的点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可以。米尔打的这个点，主打一个就是找同胞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打的点是哪找的？啊？它这个景啊，我觉得肉眼看起来其实比较壮观，拍的话就有点拍不出效果。对，这不就是川西吗？昨天最美街道是大理，今天哥伦比亚是川西。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粘贴复制。今天在所有的天气预报上都是99%的云，全都是，中间出现了那1%的小漏洞，这就是那1%，给了我们刚刚梦幻山坡特别美的景。有光和没光真的是两个世界。黄列车一往上走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。到那一天我们还挺开心的，直到我们到自驾的时候发现，我觉得这不都是梦幻山坡吗？确实，那坡只大一点。做攻略前就看到好多美景，我都觉得哇好美好美，但做攻略的时候做着做着，我发现都差不多。哦，就是山啊水的，太小了。
本来它的历史就非常非常短，就是一帮不想当法国人的法国人，一帮不想当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，一帮不想当德国人的德国人，然后就跑到这里建立了一个国家，叫瑞士。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乌托邦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它其实只要一开战，它就宣布中立。它就像那种太极图中的那个点儿，哪跟哪儿啊？那边的话，你真的一趟玩下来之后，你才发现它除了阳光的时候你欣赏美景，它所有的活动都是坐火车、坐缆车、坐卡丁车，就是它可以玩的东西都是让你在路上看东西，坐各种车。它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让你就是体验的东西了。像比如挪威，我们还能骑着对啊，马观观我们还可以骑马，我们可以看鸟，坐船。如果你喜欢徒步，瑞士可能是个很不错的选择。哎，对。啊，富尔山那个卡丁车是米老师安排的，虽然排1个小时，但是看我们对面的风景。就这么排队排的也是很惬意。然后我们排队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在那儿拿个 Pocky， 你记得？Pocky 还能这么用，这架子都带了，哇！我们的 Pocky 3用的太糙了，我们都没有发挥出它的最大的用途。富尔茨山有好几个项目，我只选了卡丁车，因为我觉得卡丁车是我自己最想体验的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拍照啊什么的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此行最期待的一个民宿，很像《海蒂与爷爷》那个电影中的小木屋。对，最多的钱也都压在那儿了，就是大概是4天7000多。房东跟我们说，由于暴风雨，许多道路都已经关闭。no！ 对，我们后边3天的住宿。啊，我们要损失多少钱？如果不去那种6000多。然后那边发洪水，老板就跟我们说，跟我们还要不要来？天哪，同志们，又天气之子了。我说如果我不来的话，能退款吗？他说也不能退，就是让我找 Airbnb。这我没找着客服在这上面。总下雨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真的烦死了。房东在给我们发这条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已经开车在路上了。Google Map 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封路了，但是房东跟我们说 Google Map 上不准，你们肯定现在到不了。我们其实当时做了一个抉择，就是继续往那边开，去碰碰运气。我们到了以后确实是封路，怪不得会封路了，我们去不了了。房东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到达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坐火车，但是这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车分开了，我们的行李巨多。他们有那种交通的官网，只有德语、意大利语和法语，没有英语。那房东意思其实是说，洪水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就是说，从 Marel 到拉克斯之间的这个道路其实仍然关闭的，所以我们只要能通过这段道路，就能顺利的抵达民宿。我的那个手机导航突然导了另外一条路，不知道这会不会封。慢慢开。我们其实一直想去看那个小羊肖恩的原型，就是黑脸羊，就因为天气不好，那些羊可能没有出来或者怎么样。你说为什么他们坐小火车的人就能拍到，咱们连牛都拍不到？因为没拍照的人他不会发。真的就是刚上山，一个拐弯。先走吧，到了走不到的地方再说。黑脸羊，我看看我。挨养，他们在那个树那儿低着头，然后也不回头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得看我。抬了。然后接着往那边开，这一路其实都是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们将开到这个山上，然后突然出太阳了。我们穿越了好多很漂亮的小村子，小村子，而且你会发现那些小镇子完全就是没有被商业过度开发。哇，天啊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在下面。哇。现在看看这条路能不能过，然后。其实阳光挺明媚的。突然那边一个那个木板拦着，疯了。哦。前面没有路了。啊。
辈子找过最难找的一个民宿。我突然间理解了一个成语叫穷途末路。咱们现在穷的是电量，电也都要没了。今天晚上还没着落。开过去以后该怎么办？我们想是不是要掉头回去的时候 ，GPS 突然给我们导一条山路。又找到了一条路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前面还能开多久这条导航路，因为可能也跟刚刚似的就被封了。但是这条路我觉得也没白来。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目的地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永远是过程，大不了就是原路返回，大不了就睡车上。但是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山路上，对面有来车，那说明那边应该不是封的。我们现在还在往那儿蹭 LAX， 现在我们到了 LAX， 就是房东说封路的那个地儿。我当时说这怎么念？你说叫拉克斯。沃德尔到拉克斯。LAX。我们已经通过了这段被堵的路。当我们看到了拉克斯的路牌的时候，当我们再开，再往那边开，看到厄尔嫩的牌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眼泪都要下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好像成功了。厄尔嫩啊，到了！厄尔嫩，我们看到那个路标了，我要哭了。我们差点今天晚上没地方睡觉了。到了时候，我给房东发了一条信息，我说 We're here， 房东都傻了。他说我查的所有路线都封了，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谁跟你说我们今天到不了？你们一定要记得，永远不要让任何人跟你们说你不能做这种傻事，哪怕他是权威。咱俩这绝对 is not a trip， is an adventure。我们还有1分钟就要到了，然后我看到了前面的这个。Oh my god！ 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牛，对，牛。我们的那个小木屋在这儿，啊，然后我们车停这儿，全跑过来了。今天给大家开个会啊！今天我说3点啊，然后咱们就散会啊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帮我们啊，求一个1键3连跟大家啊，好吧？来，小偷了。天，只能爬上去。我就这么拍你背影都很美。1天呀！我找了这个房子1天。给你们看，我们刚刚从这爬上来的。这是我们的小餐厅，天哪！其实这次瑞士的旅行，我觉得明老师做的攻略我还是挺满意的，真的，尤其是时间上的规划非常的好，成长了。我就会觉得少了一点惊喜，因为把网上那些攻略我就会仔细看啊研究，看的太多了，再加上又确实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。其实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熟悉失望。这2次你没有做攻略，你幸福吗？我超幸福，我也想当这个幸福的人。所以要不然咱下次吧，谁都不做攻略，咱报个团，就开盲盒怎么样？我这可以，这一路都是惊喜了。如果点赞过5万，我们2个都不做攻略，直接报一个团跟着玩。我觉得我应该挺幸福的。好了，这就是麋鹿假期瑞士篇的第1期了。那么在下一期里面，我们将会去到的是采尔马特，对，非常著名的马特洪峰。那老天爷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剧本？欢迎收看下一期的麋鹿假期。现在最安全的无人驾驶功能，起飞！快拍！发炮5斤看到马特洪峰，真出来了，宝宝！我操，这什么运气啊！我操，这么热门的景点就在这儿，太屌了！没人，挺有孤独感。